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边境的城市吉安，吉安对面就是朝鲜第6大城市满浦市，两座城市隔着鸭绿江相望。因为这里是鸭绿江上游，江面较窄，吉安这一段的鸭绿江江面只有200米宽，这也意味着中国和朝鲜在这里只相隔200米。在吉安国门附近可以清楚地看到朝鲜满浦市的景象，朝鲜的城市还是略显破败。吉安是中国对朝鲜的3大口岸城市之一，但也仅仅是中国吉林的一个县级市，而满浦市是朝鲜第6大城市。即使这样，这个满浦市也显得非常衰败，只有在临江的地区建设了一些楼房，但是这些楼房上的窗户大多已经没有了玻璃，居民们都用塑料袋充当玻璃。和图门对面的朝鲜城市一样，满浦市的楼房也是没有供暖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奇特的景象，这些楼房上居然有烟囱，居民们需要把煤挑上楼使用。即使这样，这些楼房也是只有朝鲜的工人们才能住得上的好房子。除了江边这些形象工程和一些政府的建筑，满浦市剩下的地方大多数都是平房。我们租了望远镜，轻松地望到了对面的景象，人们穿的都很朴素，建筑很破败，跟吉安完全没有办法相比。吉安虽然是一个边境县级市，但建设得很繁华，整座城市格外的整洁，统一的白色楼房显得整座城市是一个整体。市民广场大气，各种有特色的雕塑陈立于此。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吉安就是曾经非常有名的高句丽王朝的早期都城，所以这里是一个朝鲜族风味很浓的城市。这里最有特点的美食就是高丽火盆，这种特色美食虽然我们第一次尝试，但是味道真的很棒。总之，吉安是一个集历史、美景、边境风光于一体的城市，可以说是我们此次东北之行中给我们带来惊喜最多的一个城市。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吉安之旅吧。我们前面就是吉安的鸭绿江口岸国门景区了。哇，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中国这一侧的国门和5星红旗。这个国门长得跟图门市的差不多，非常的像。我们现在距离鸭绿江只有200米了。前面那个三角形尖顶那个就是国门景区的入口，可以看到啊，对面白色的建筑，黄色房顶啊，那个就是朝鲜了。朝鲜的满浦市在我们中国的吉安对面，就隔了一条窄窄的鸭绿江。我们现在开车来到了吉安的口岸。吉安口岸这边其实是有一个景区的，叫做鸭绿江国门景区，但是那个景区呢，收费我们觉得有点高啊。那个景区的门票是60，然后观光车是20块钱，等于我们2个人进去需要花160。所以我们就决定啊，沿着这个江边这个位置走走。其实不用进景区，外面也能看到对面的满浦市啊，朝鲜的第6大城市，只是可能视角没有景区那么好，就大家自己决定吧。到景区肯定比我们现在看的要近一些的。我们现在再往前面走大概100米就到达了鸭绿江畔了。大家可以看到呢，我左手指的那个方向呢，横跨在鸭绿江畔上面有一座铁路大桥，然后那个桥的这一头就连接的是我们中国吉安的这个铁路国门，就非常的像图门，跟图门的国门长得也差不多。那当年呢，中国的军队就是曾经乘坐着火车从这里这个铁路国门从这里出境去朝鲜那边打仗的。那现在呢，这个位置还有2座国门，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白色的建筑上面有蓝色玻璃，飘扬着5星国旗的那个地方啊，那就是我们中国吉安口岸的这个公路口岸了。在这个国门的后面啊，也有一座横跨在鸭绿江上面的公路大桥，它的全长是300多米。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在鸭绿江的中游，江面不算特别的宽。那我们现在呢，就往江边去走一走。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一起去景区玩。我们就准备免费的看一下国门好了。我们现在镜头里所能看到的这些建筑啊，当然除了这侧这个白色的这些是我们的口岸和国门，那对面江对面的那些
灰色的，还有这个粉色的，还有这些米黄色的建筑，所有的都是属于朝鲜的。朝鲜的满浦市其实挺大的，它是朝鲜的第6大城市，人口是达到了10万多，将近11万，这在朝鲜是非常多的一个人口了。那对面呢，这个朝鲜的，就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有冒烟啊，还有这侧有很多的这种工厂，这些都是朝鲜的比较重要的工业区了。比如说呢，在鸭绿江的旁边啊，那个位置就是朝鲜国内最大的一个橡胶厂的位置。然后这边呢，还有朝鲜的一些像手套厂啊、木材厂啊，都是在这边的。刚刚跟我们聊天的阿姨给我们指了一条他们当地人去江边的一条路，就是在这个国门的东边。我们从这个东侧有一个这样子的土路可以走进去。其实如果是 SUV 的话也能开进去，但我们的车还是算了，我们俩准备走到前面去看。现在离朝鲜就非常近了，前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护栏那个位置就是江堤了，那下面就是滔滔的鸭绿江水，上面的那些白色黄色的房子就是朝鲜的了。而且那个阿姨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在江这边看到的对面的满浦市只是它的一部分，它还有主要的市区是在山的后面的，所以说这个满浦市其实是非常大的一条。哇，我都看到对面有人在骑自行车了，右边那边。我也看到了，对面人还挺多的呢啊。挺多的。哎，这个望远镜可以看是吧？5块钱一个人，随便瞅啊。看多久啊？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时间。这能看多远，老板？就是眼睛所见之处都能见，哦，就是扩大的，特别大的，哎姐，这个满浦市是不是就我们看到这一点啊？以后山吧后边还有，山后边还有啊？那挺大的。挺大的。哇，我都能看到对面有人骑自行车。哎，真的。我准备看一个。看吧，你做这个做的那个也看也行，那个能做啊。这个吧，我看看啊。哇，这太近了，你看，对面人在还骑自行车呢。哎呀妈，咱走。他们等于也有一条滨江路啊。所以现在在这边用望远镜看对面的朝鲜。它这个望远镜大呀，这看着太给力了。哇，哎呦，这有一个阿姨背了个双肩包在那儿走。还有一个大姐骑了个自行车，穿了个红衣服。对，我都看着了。就这个位置啊。说实话，对面人还挺多的呢。老板，这有多少米？这个200来米200米啊！江边就200来米。太近了。朝鲜。这个是看城市最近的地方。哎，我觉得对面这些人打扮的还挺时髦的呢。就跟咱70年代差不多。但是。这个衣服颜色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我本来想着全是黑白灰，对。才看那小伙说，有个人穿白羽绒服，带着一个人穿的红色的衣服，对，那都是一般华侨，是没有的，就是华侨，因为他可以来回从咱这边购物嘛。对，我看对面男的大部分都是灰色的衣服啊。哎，老板，那对面还有汽车？有啊，有汽车。朝鲜人还有是单位车单位没有。那老百姓什么交通工具啊？主要交通工具自行车，然后好一点条件好的摩托车和电动车，摩托车少，电动车还行，这些年有点了。再不就是老头老太太，就老头很少，就老太太唠的小车，小推车，2个轱辘的，一会儿你就能看见，总是有的。那他有没有那边有人会不会偷渡过来跑过来？以前有，现在过不来了，全电网。都是电网。那大电缆的，我们这边感应电，它跑不了了。两边都是电网对，它跑不了了。以前老百姓搁这儿很容易跑，或者大家洗澡啥玩儿，晚上那窄的地方，你看前面那岛那多窄呀。对。他说到那个岛的，从那岛到这车几十米。那个岛容易就来。对，那个岛就特别窄。对。他那人跑过来干啥？吃不起饭吗？吃不起饭，就是饿的他才跑嘛。有这么穷吗？那你太不了解朝鲜。就是穷。不了解，我们没去过。你去过没？我没去，我在这住了好几10年了，兄弟。那边城市建设怎么样？我跟你说吧，平壤这建筑就跟咱们90年代差不多，生活差不多。你想想他这里边会什么样？那就是。你要是从电视或者媒体上你看到那个平壤电视台，平壤楼房的建筑和咱们，你不用说那什么北上广了，就跟咱长春都比不了。那是，就是比不了。我感觉它城市就是咱们这儿一个小镇、小县城是吧？我们通化地区这个清河镇就差不多。就是个小镇啊。对，
那边人真的都吃不起饭吗？我之前看网上就说有的人就是拉着货船到那边去，就货船上面好多那种很脏的谷粒子啊，他们就上去扫了吃。对，是。他们就是没有东西吃。你看这山吗？嗯，咱们家的山是不是全树？对，他们家的山全种地。哦，在里边的植被能好一些，也有植被，但是吧，就是平原少，都是山区。朝鲜半岛嘛，不都是山区吗？对，耕地比例还是低哦。对，它地盘小，对，它这个粮它根本打出来不够供应他们这个需要，那它旁边的楼房是他们是用烟囱吗？还是用什么火？对。烧柴火，柴火取暖。我们之前在图文那边看的，他们说好多烟囱，就楼房。你刚那望远镜，就眼睛也看着的烟囱。哦，楼房就有烟囱啊。对呀。那他们楼房弄烟囱那是啥？形象工程？不是，这个它是烧炕的。啊，烧炕啊。高丽大炕嘛。那为什么在楼房里面烧炕？那他怎么办？他不楼里边不烧炕，他没有供热，冬天冻死啊。那平房嘛。平房，你看它就为了显示它有楼房吗？哦，就超哥，等于那边这个楼就盖的是形象工程啊。对，它这片靠沿江的边境全是形象工程。哦，里边的小房破的没有法再破。真的，他们那个山那么陡都有耕地啊。对呀，那不是都垄沟吗？这梯田这坡度也太大了。你知道我现在看的是什么位置吗？就是后边3根的房子。对，就在山跟前那儿了，就楼房后面的平房了。能看到他们种地吗？现在没有人在地里干活，但是可以看到农村啊，它这个农村的房都是一层的平房。然后他那个没有燃油也买不着，就把那个汽车改成蒸汽机。啊，把汽车改成蒸汽机？对，然后呢不就可以走了吗？柴火。哦，对，我听，蒸汽，对，我看他们说那个当时苏联还在的时候，苏联给朝鲜好多油，对，然后当时朝鲜好多机器，然后苏联解体之后，它再没有油了，好多机器都用不了了哈，就是这样的哈。结果看他们家的窗户怎么都破的，塑料布。那等于那个楼房建了形象工程之后，它就有人住，里边有人住，那也就是形象工程，感觉好看点，给中国看看哈。那这个还得是工人住呢，老百姓还住不上。哦，真的。对，那玻璃全是碎的哈。涛哥，你看这塑料布。对他们连换玻璃的那个玻璃都没有啊。他就是生产玻璃那个砂石少。哦。生产玻璃是一种沙子，是不？对，是。它那个矿少。是一种沙子。它就是粗的。回头看。哦，在后头呢。那水泥厂冒烟呢，看见没？再往左边看。那个。哎。那边的烟囱是啥呀？铜有害物，那个铜更够呛。哦，这就是朝鲜的钱啊，5000。5000。它这5000抵咱多少？5块来钱。啊，等于1000哈，1000比1哈。对。哦。他钱跟咱钱还有点像。咱买点呗。他钱特别挺好玩的这个。如果还没有买一套，如果你想送人，你也送这个东西。对。因为它是有特色的。到边境了，就是这个东西。能买几张不姐？我们想一个人送1张。1张不行，一共兄弟一套钱才30块钱。哦，一套30。整个这一套连纸币、硬币加邮票3张邮票，它才30块钱。哦，那一套值多少钱？人民币20来块钱。哦，那你基本不赚钱。挣几块不行吗？对，那就很好了啊。因为兑换这个东西挣几块钱就行。看里边都是朝鲜的东西。进去看，厉害！哎，老好用了，就是特别好用这个东西。姐，这都是朝鲜。这些都是朝鲜的，这3个不是，这几样不是。这是咱自己的。哎，对，义乌的。小孩没有啥可玩的嘛，不能来玩就那啥。像这些东西都是朝鲜的东西。这是啥东西？那个是精油皂，花瓣的，它那里边都是香皂啊。对。朝鲜只能造这种东西了。这个他造这种东西，而且是老百姓他用不了，他看都看不着，就直接就说出口了，到咱这边啊。他整不着这玩意儿。这种银器，这不是这铁的吗？那个做工特别的粗糙，特别不好。那也是朝鲜的。对，特别糙那种东西。他这儿的那个东西感觉这真少啊，朝鲜那边东西。你上他商店不一定有我的东西多。对，我看跟你这么说。我看他们拍纪录片，朝鲜的商品跟我们70年代一样，一个柜台1、2个。就是我们小时候都是，就是对一样的东西摆好几个，那就靴子好几个号摆那么一排，要没有东西可摆呀。对，就这样。是的。买了一套这个朝鲜钱币，哇，打开这是他们的邮票，这是邮票，然后钱也能花是吧？对，到朝鲜能花。这一张钱是假钱啊，它这是纸币，它没有了，这个已经绝版了。对。但是它必须要摆一个1块钱的，它就没有了。它这个硬币是铝的，我们不是铜的吗？啊，那你看我说这个那个啥。
那个国务院你就应该懂了。你看我们的货币都是这样的后背哈，它是这样的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国务券，对，这5000不同版本的。那就是只有这个1块钱用不成是吧？对，别的能买东西。好的。但是吧，你到朝鲜以后，可能你给他这个东西，你白给他，他要；你要是把它换钱，他不要，他要人民币。因为1比1000的比例，他可会算账了。对，那高丽可精了。留个纪念吧。留个纪念。以后过去咱还是自己带人民币。对，而且人民币好使。对啊，他喜欢人民币。哦，那红车都是咱的哈，给他们送过去了。对，给的，有给的也有买的。哦，买的给的。你看，就这种后挖轮。你看那个朝鲜山上的亭子，跟我们中国那个造型一样啊。这个亭子是我们吉安人过去给他建的。哦，咱们建的。原来还有一个就是薛礼正东的时候，我们有个典故，薛礼正东，你见定江山吗？说那个啥，那个年代，然后他那个老多年了，就是太破了，都要倒了。对。然后我们这边去了一个木匠给他做的这个。就是我们吉安人过去做的，就那个就是他的铜厂是吧？他那个是水泥厂。哦，水泥厂，这天天污染咱这边的。对，风一往咱这边刮，咱这边遭殃。对，看我那个桌子，擦它简直那黑。哎呀妈呀，真是！就是你是锈住了，挺脏的。锈住了。妈呀，这么脏！啊，哇，你看，不是能擦掉的，它擦不掉，它不是灰，上面这一层掉了以后，这就锈上了，就看着就是水泥的颜色，就是水泥，有腐蚀性的。对，特别有腐蚀性。水泥这个颜色都是。离开了可以看到朝鲜城市的吉安国门，我们继续带着大家看看中国紧挨朝鲜的城市吉安。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在长春还完车之后，决定开着自己的车去完成接下来的东北边境地区自驾游。其实剩下的地方不太多了，第一站就是吉林的吉安，下一站就是辽宁的丹东。这2个地方走完之后啊，差不多整个东北地区的边境我们已经环着游了一圈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城市吉安市。吉安呢是一个县级市，属于吉林省通化市管辖。吉安和朝鲜的第6大城市满浦市是隔江相望的，中间只隔了一条几百米宽的鸭绿江。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啊，是吉安市的市中心了。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吉安的市政府大楼了。然后呢，这一侧呢还有一些吉安其他的政府机构。那这一边呢就是吉安市的博物馆，还有吉安的一个莲花公园都在这儿。那这边还有一个太阳鸟的一个雕塑，是在这个广场的最中心的。那边的那个高层长城公馆就是我们这2天住的酒店了。其实呢，我们从长春过来之后啊，是在酒店里休息2天的，今天才出来玩的啊。所以每天呢，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就特别清楚的能看到整个差不多有1半这个吉安市的全景图了。其实呢，我们这2天在吉安待着啊，感觉非常的舒服，因为吉安的空气比我们之前去过的东北其他地方要湿润得多。吉安这边啊，是整个吉林省年降雨量最多的地方，这边的降水量达到了有1年会有900多，将近1000毫米，而我们西安是1000一点点，就跟西安已经差不多了。并且呢，吉安这边的它也是整个吉林省这个无霜期最长的一个地方，这边的无霜期达到了150天，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吉安称为东北的小江南，我觉得是名不虚传啊。来到之后，感觉这个皮肤都湿润多了。那吉安除了这个空气湿润啊，空气好之外呢，这个城市建设也是非常整洁的。大家看我身后啊，这种除了政府大楼之外，远处那种居民楼都是统一的这种外观，它的外墙都是刷成白色，然后顶上的瓦都是那种淡蓝色的。整个城市的面貌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年代建造的房子，不管是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层高多少，全是这样的造型。所以呢，整个吉安就看上去特别的整洁整齐。那大家有没有好奇在吉安市政府广场的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太阳鸟的一个雕塑？是因为吉安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呢，这里是存在一个王朝叫做高句丽王朝的。那高句丽大概是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7世纪存在于吉安这里的。当时呢，高句丽其实最早是从辽宁那边发迹的。那后来呢，迁都到了吉安之后，把吉安作为自己的都城，一共是425年。那最后呢，是从吉安这里又迁都去了平壤。所以吉安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高句丽王朝的所在地。
那这个太阳鸟呢，其实就是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一个吉祥物图腾的一个象征吧。所以呢，把这个雕塑也是放在了整个这个市民广场的最中心，也是一是为了就是纪念这里曾经生活过的这个民族，第二个也是为了祈求吉祥和平安。我们走在吉安这个市中心这一块啊，就是像狒狒刚才说，这个太阳鸟的雕塑就在整个城市，包括这个广场最重要的位置。城里面特别的干净，看到地上特别的干净，没有垃圾，跟我们前几天走的城市相比呢，还是干净一些的。大概也是我们来东北之后感觉最舒服，大家最舒服的一个城市了。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温度回升了之后，每天这种清风拂面都是那种温暖的感觉，并且是带着暖湿的气流。就我这2天明显感觉到脸不干了。前段时间我们在像大兴安岭那边每天刮着风，包括满洲里那边，我这个脸一化妆就卡粉，咱们女性朋友肯定知道是什么感受。那这2天过来之后，脸就非常的润，都不需要贴面膜了。大家看我们远处这所有的楼房，不管大的、小的、高的、低的，基本上都是像狒狒说的那种颜色。对，那个房子白墙蓝瓦，白墙蓝瓦。这就说明吉安的这个城市规划做的还是挺棒的，就不管是什么年代的房子，就是统一这么长时间都是按照同一个标准执行的。所以吉安就是走到大街上，你就感觉特别的开阔。它本来这个街道可能就宽一些再加上车辆和行人都比较少，但其实吉安的人口并不少。作为一个县级市呢，吉安有20多万的人口。不过呢，它这个大街上还是能保持宽敞和整洁，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就是吉安的博物馆，也是超漂亮。因为我们那天刚来吉安的时候是晚上，当时呢有一个特别漂亮像莲花一样的建筑，晚上那个灯光打上面很好看。然后我白天的时候才问了一下酒店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吉安的博物馆，但是呢它没有开放。本来我还挺想去里面转一下的。那我们现在就往鸭绿江边去走一走。其实呢，吉安的市政府离鸭绿江边也就500米、600米左右，我们走路大概10分钟。那前面有一个吉安市的滨江市民休闲广场，就是在江边建的，可以让市民去休闲去玩的一个地方。其实呢，吉安这个名字也是很有来历的。吉安这2个字是从《史记·司马相如传》里面出来的，那句话的原文是叫做陛下登基，臣服天下，吉安中国。那后来呢，也是因为吉安是在我们中国的边境地区嘛，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我们边境地区团结安定。我们沿着这个广场往前走吉安这城市真是建设的特别的漂亮。对，它这个楼上面外面的彩绘好好看呀，就有点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以前看的有一些人拍的朝鲜和韩国的视频这种楼的歪立面就喜欢画一些有民族元素的东西，比如说像远处的那边就是有人穿着这个朝鲜族的那个裙子在翩翩起舞，还有朝鲜那种长鼓的造型是的，特别的漂亮。对，不光那一面，这边也是，整个城市都那种特别崭新又特别的有艺术氛围那种感觉，特别的好玩。对。如果大家来东北我们是觉得吉安是一个基本上不能错过的地方，因为它首先待着很舒服，然后玩的有很多。真的是小江南像这2天呢，吉安的最低温度是4、5度，中午最高会到19、20度这样子，非常舒服这个温度对。哇，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大吉他的前面。其实我之前听说过这个吉安市有一个吉他的造型最早的时候好像是在这个市政府广场那里，那最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吉他不太符合本地的这个风格，所以把它搬到了滨江广场这边。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在吉安会出现这么大一个吉他的造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大鹏导演的《缝纫机乐队》。那部电影呢，在前几年是非常的火。那导演大鹏他的家乡就是吉安，所以呢，他就把这一块想打造成一个中国摇滚之城的感觉。所以呢，在这个广场这儿弄了这么大一把吉他。这个吉他听说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特别好看。哇，吉安市政府离鸭绿江实在太近了，我们从政府大楼走过来也就500米，现在已经到了江边了。我们去过这么多边境地区没有见过
离这个边境线这么近的市政府。前面就是鸭绿江了啊！哦，这边还有个下去的楼梯。对，这边是可以下到江边的。我听说就是，吉安市民啊，到夏季的时候，经常到下边去玩水啊、游泳啥的。因为这个水质特别好，鸭绿江的水清澈见底啊。对，你看到对面有朝鲜了哈，一些建筑。太近了啊！这市政府实在是，就等于市政府的门一开，外面就是朝鲜。对，在市政府的楼上也能看到朝鲜。哇，对面有朝鲜的村子，好像是在山恰恰里面，有好多，那边也有。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鸭绿江边。因为我们之前在图们和珲春的时候啊，这个图们江是一直是结着冰的。所以这次过来呢，总觉得鸭绿江应该冰也没有完全化，但没有想到啊，这个鸭绿江就没有结冰。然后我们问了一下当地人啊，说这个鸭绿江冬季大概是在元旦那会儿，就大寒小寒那会儿，它都没有结冰。前些年还结，这几年呢，可能是气候影响吧，鸭绿江现在冬季既然已经不结冰了，就大家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江水还是挺湍急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算是一个中间的河谷地带嘛，两边都是山，所以这个水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急的。但是这个水质很好，很干净。那大家知道哈，现在我们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界江就是图们江和鸭绿江，但是很早之前啊，历史上鸭绿江曾经也是我们中国的内江。鸭绿江它是发源于长白山区的，流经了这个第一个县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那下一个就是临江市，是在这个吉安的北边，就上游那个位置。那第三个城市就是吉安市了。从吉安市流出去之后呢，下一个城市是辽宁的丹东市。从丹东那边呢，这一侧就是朝鲜的新义州嘛。最后呢，是从那个位置注入了这个黄海北部的西朝鲜湾。就它的整个流经的区域也是比较广泛的啊，大概有795公里，将近800公里这么远。我们能看到对面有好多的村子，像那边那边都有村子，但是感觉没有城市的痕迹。这城市在哪儿？朝鲜的？它那个城市跟吉安市的市区刚好就是岔开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这一侧就是吉安的主城区嘛，但吉安主城区呢，它的江对面这一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堤，就江堤和山之间比较窄，就是这些距离不足以去建一个大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对面啊的这个朝鲜的满浦市，其实是要从江的往这个上游走大概10公里的位置，是在那一侧的。就是那一边呢，刚好是相反的，那一边的鸭绿江的朝鲜那一侧，他们有特别大一块平地就可以建城市，而我们中国这一侧又是临着这个山，所以就是两个城市正好岔开了，不像是之前我们在黑河的时候啊，黑河和对面的俄罗斯的布什，就是两个对等大的城市是面对面的隔着江，但这边就刚好不是，我们的吉安市对面是农村和山区。那对面呢，他们满浦市的市区，往我们中国这边看，又是这个山区和村子和镇了啊，挺有意思的。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可能觉得，哎，朝鲜那边好像什么都没有，其实并不是。朝鲜的这个第6大城市满浦市还是非常大的。大家能看到远处一点的，看那个小船，感觉就是以前的时候是可以坐船的。哎，果然是啊，这边还有个乘船处。应该是以前这边就是一个码头，从这儿进去可以坐船，但是没有看到船在哪儿啊。那边是乘船入口，应该以前就在那边可以坐船的。那现在这边都已经关闭了。那边的小船，哎，对，那边都是小游艇，应该以前都坐那种船，在鸭绿江上玩。这边好多游客都是来看鸭绿江的。哇，我们往下走了一点点，能听到鸭绿江水声特别的大。我和狒狒终于到了鸭绿江边了。哇，这是我们第一次距离鸭绿江这么的近啊！哎，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水太清了吧？对，从小到大听这个江听了无数遍，第一次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水真的好清。这边是吉安的市区，但是朝鲜的满浦市比较远，
大家可以看镜头里面远处的那个烟囱，烟囱的后面那个位置才是满浦市。也就是说呢，满浦市和我们的吉安市并非是在鸭绿江边直接面对面的，它中间大概隔了有个9公里、10公里这样子。